也是基本结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，画出来注意形。它像它这块的这个结构呢，你画这个基本上还好。我们从照片中能观察到的，它的尖三角肌是这样，然后这一块肌腱连向这个骨头，其实跟你画这个也差不多的。然后它的小圆肌并没有特别的轮廓，没有特别清晰的，应该是在这里比较小，或者说它在这个位置被遮挡住了，所以说那个它就看不太出来，在这个照片中，可以把它稍微的小小的给它画上。然后它这个大圆肌和冈下肌这两块肌肉呢都特别大，也把这个小圆肌挤得看不出来了。它这个基本上还是可以的，左右的结构也稍微对称一点。这边的尖三角肌稍微画得太平了，这个位置再往外补一点。然后注意手臂的宽度，这个手臂画细了，脖子不用画太长，画一个横断面。下面这个你看冈下肌和大圆肌这两个大小差距太大了，画反了。那种比较瘦的人体的话呢，它的冈下肌应该大一点，它大圆肌可以细一点、小一点。像上面这种呢，它肌肉特别发达，它的大圆肌就会练得很大。但是在这种人体中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这手臂呢是微微往外撑开的，然后它的尖三角肌的结束点也是在前面的，在这个位置是看不到的，所以说它和手臂之间的这种穿插关系要交代清楚。下面这个头可以不用画啊，这个头的形状不准确，画了反而效果不好。如果画的话，它的头型大概也应该是这个样子。这个位置没有这么长，在手臂结束的地方一定要去判断这个手臂概括成圆柱，这个圆柱是朝向哪里的，朝向哪里，它的横断面就要有相应的这个形状。看到照片，这个是肩胛杆，这个窝一看就可以判断出来，它是肩胛骨中的肩胛杆和内侧缘的转折的地方，也是斜方肌其中一个肌腱，斜方肌连到这个位置的肌腱的这个位置。然后这个地方比较鼓，那么它鼓出来的这一块的结束点或者是起点就可以判断为肩胛下角。这边的肩稍微的低了一点点，这边产生的褶可以稍微的带一下。